玉儿，我好想你。雷海，过去看看。玉儿，你好香啊！是我厉害，还是皇上厉害？当然是你啊！我跟了皇上这么多年，都没怀上龙胎，只跟你见了一回种，就有了孩子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再送你一个龙胎，等他继承了皇位，这天下可就姓叶了。放肆！朕倒是要看看，这个天下到底是姓叶还是姓关。怪你跟错了人！死人了！救命！死人了！发生了何事啊？奴婢瞧着好像是荷花池那边的声音。走，去瞧瞧。见过李妃娘，娘娘们。起来吧。是娘。娘娘，怎么是西月？唉，周贵妃念及本宫怀有身孕，特意送来照顾本宫的，这怎么就死了？唉，本宫这可如何给贵妃娘娘交代啊？叶侍卫，你可看清了她的死因？回娘娘，此宫女应是天黑路滑，意外失足落入水中，溺水而亡。唉，也是个可怜人。宝珠，你去差人给贵妃娘娘说一声吧，免得让她误会，以为本宫服了她的好意。是，叶侍卫，本宫和西月主仆一场，希望你告知内务府，将她厚葬。是。带走。这几日，皇上接连宿在周婉如那里，西月的死就全当给他个教训。娘娘说的是，不过眼下你也不必动气，夫人不是已经把二小姐送进来了吗？那个哑巴不能说话，但模样尚可，有她帮您顾宠，那周婉如也得意不了多久。琉璃，你见出西月是周婉如送到本宫身边的探子，又提出让那哑巴进宫的主意，本宫以前倒是不知你是个玲珑剔透之人。说那小贱人真能帮本宫顾宠，本宫指定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奴婢不敢居宫，奴婢和宝珠能为娘娘解忧，是奴婢们的福气。不过，那贱人何时？玉儿现在贵为礼仪妃，又怀有龙嗣，我整个上官家族的未来都系她一人身上。让纯儿进宫为玉儿顾宠，
他没有说不的权利。我养他这么多年，该为上官家做点事儿了。可是老爷，纯儿她不会说话，进宫会被欺负的。哼！是啊，老爷，柳姨娘说的对，哑巴不会说话，万一连累了咱们玉儿怎么办呀，老爷？哎，我上官家前朝示威，如今周家胜券正好，让他进宫，和他姐姐相互扶持，稳固军心。老爷，好了，此事就这么定了。哼！老爷，纯儿，都怪娘没本事，没好好保护好你，这么多年，还是逃不过他们母女的残害呀。没关系的，娘。若是女儿这次进宫，能为我们母女的未来拨条出路，也是件好事。纯儿，难道你已经猜到你爹要送你进宫的事儿了？放心吧，娘，我早有打算，这一天我已经等很久了。那好吧，但是纯儿，没有十足的把握获得皇上恩宠之前，你要韬光养晦，收敛锋芒。娘不求你日后大富大贵，宠冠六宫，只求你舒心快乐，平安终老。娘，为了我，你受尽苦难，日后我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，也要成为上官家心里人。可真好啊！不愧是曹姐姐的掌上明珠，学的可真快。玉儿，母亲，您来啦，乐了吧？别动着。不愧是一副勾引到官人的好嗓子。念在你多年乖顺的份上，只要我玉儿能凭借此曲登上宠妃，本夫人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能不能请夫人现在就给妾的院里布些炭火？纯儿她就要冻死了。好啊，你这个做娘的，能在地上跪着多久，本夫人就赏赐那个小贱种多少炭火。还请夫人说话算数。放心吧，本夫人自然会说话算数。看啊，它好像条狗啊！何止啊，何止像条狗？我看它就连街边的乞丐都不如。娘，儿别看，娘没事儿。只要你能好好的活着长大，不管让娘做什么，娘都愿意。
什么要这样对他？就算你会唱曲又如何？没了这副狐媚模样，以后你休想再得到老爷的宠幸。本夫人大发慈悲，如果你可继续听命于我，本夫人自然会赏你们母女俩一口饭吃。你欺负我娘，我要告诉爹，让爹打死你！滚开！告诉你爹是吧？好，本夫人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，这上官家的后宅到底是谁在做主。来人，拿药来！贱人，你倒是喝呀！啊，喝呀！不然你跟你那下贱娘一样勾人的嗓子，惊鸿一曲，日后便只有我玉儿一人能唱。夫人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娘亲也不用受这些苦。那是不是我死了，娘亲就不用再受欺负了？纯儿，你要干什么？别哭，纯儿。父亲曾经跟我说过，自古以来没有哪一个坏人是可以逼死好人的，除非你自己不想活了。如果你跳下去了，开心的只有大夫人。纯儿，吃糖。纯儿，明日我就要进宫做宫女了。若机缘好，以后就能成为皇上的妃嫔，替家族承担荣耀；若机缘不好，也许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了。也不知道宫里有没有那么甜的糖。不过只要活着，就还有希望，对不对？进了宫就是奴才，你们要弄清自己的身份，侍奉好各位主子。也不知道我会被分配到哪里去啊！纯儿，你想去哪里？一个哑巴能有什么打算？他这样的能进宫，就是祖坟冒青烟了。听说现在宫里周贵妃跟黎妃是最受宠的嫔妃，若是能分配到他们那里，没准以后能被皇上看上。就是这儿了。不管前路多难，不管用什么方式，娘娘，内务府把新选的丫鬟送来了。抬起头来吧。我的好妹妹，多年不见，倒是生得愈发俊俏了，跟你那洗脚婢的姨娘一样，都是天生的狐妹子。想必你进宫前，父亲应该跟你讲清楚缘由了吧？那就做好差事，本宫自不会少了你的好处。娘娘，眼下午时已到，你应该泡脚了，错过了时辰，对您安胎不好。还不赶紧伺候娘娘洗脚？错过了时辰，你担待得起吗？贱婢，你想烫死本宫吗？娘娘，奴婢试过的，这水不烫的。
本宫说套就是套。废物，还不赶快重新倒水去！贱婢，你想凉死本宫吗？算了，本宫不想洗了。你过来，给本宫擦干。倒是听话，以后要是被封了常在，答应也要像现在这样，明白吗？以后我和你就都住在这里。小主虽然脾气不好，但是待我们这些奴婢却是极好的，你不用太害怕。别害怕，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，对不对？我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，对不对？你是琉璃吗？我是琉璃啊。晨儿妹妹，好久不见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的嫡姐还是对你……别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我也会保护你。晨儿，我们进去吧。不日便是本宫的生辰，届时皇上会来钟粹宫看望本宫，到时就由你来伺候。皇上喜欢肤如凝脂的女子，这几日你就好好泡着，别让本宫失望了。若是你这副身子不能帮本宫留住皇上，本宫可饶不了你。我的好姐姐，你亲手为妹妹搭的通天梯，我怎么会让你失望呢？娘娘，上官玉儿以为自己找了个帮手，可她却忘了，她那个妹妹从小受尽欺辱，早已不似她想的那样简单。请娘娘放心，一切都在娘娘的计划内。眼下您只需要坐山观虎斗，坐收渔翁之利即可。西月已死，本宫现在可只有你，你可千万别让本宫失望。宁古塔近期大雨，你父亲腿疾发作，本宫已经命人去医治了。奴婢谢过娘娘。宝珠。
以色侍他人，能得几时？若得一时，便要趁着一时直上九霄。谁在唱曲？皇上息怒，奴才这就去查。不必，前面就是坤宁宫了，朕过去看看。皇上，温柔刀刀刀致命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我的蝴蝶，你吓跑了我的蝴蝶，你得赔我。你是哪个宫的公主？为何在这里唱曲？今日是前会后的忌日，我仰慕他许久，他在时唱的昆曲举世无双，所以我今日才唱曲祭拜他，希望他在天上能够开心。你又为何在此？你是哪个宫的侍卫？你不说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圆圆，今日便是本宫的生辰，皇上马上便来。为了你姨娘，也为了整个上官家。我的好妹妹，你可千万不要让本宫失望啊！皇上驾到！好戏开始了。爱妃怀有身孕，不必多礼。臣妾谢皇上恩典。皇上，您日理万机，还来看望臣妾，臣妾心里感激。您摸摸，咱们的孩子正折腾着呢。你为朕颜面子嗣，辛苦了。皇上说的哪里话？能为您开枝散叶，是臣妾的福分。最近啊，臣妾跟杨太医学了几招按摩的功夫，等下让您好好松快松快。爱妃有心了。爱妃这手艺学的倒是不错，能让皇上满意便好。是你？你是皇上？你很怕朕，不过你也应该怕朕，毕竟你犯了欺君之罪。吏部尚书家的庶女，黎妃的庶妹，年幼时意外失声，而朕昨日见你，你的嗓子却完好，甚至还能唱出会后当年的惊鸿。
而今日，你为何又装哑？奴婢不敢欺瞒您，奴婢你只有一次机会。回皇上，奴婢幼时看到母亲因为唱曲好听被主母欺压，奴婢的嗓子也因此被毁，就连现在进宫，也只是嫡姐顾充暖床的工具而已。奴婢不敢声张，怕惹来祸事。但昨日你在坤宁宫唱曲，就不怕引来祸事？奴婢那是因为真的仰慕钱惠后，也觉得不会有人听到，所以才……黎妃进宫陪伴朕已久，虽有骄纵，但为人单纯。她必不像你祖母那样为人恶毒。是奴婢心思狭隘了。你这双眼睛生得极美，嫣然，这次朕会好好护着你。宝珠那丫头呢？宝珠姐姐刚才去给您拿宵夜了，应该快回来了。娘娘，您把那洗脚婢送上龙床前，就不担心她日后真得了圣宠吗？宫中谁人不知，皇上因钱惠后的缘故，偏爱嗓音优美者，就连本宫也是靠着那一曲惊鸿，才能入皇上的眼。就凭他一个哑巴，也妄想得圣宠。他若识相一点，在本宫怀孕期间，用身子替本宫好好留住皇上，待本宫产下龙子之事，哪里还用得着他？可你若知道，你口中的哑巴不似你想的那般简单，又该……皇上，奴婢……朕逗你的，以后在朕面前无需如此胆小，做你自己即好。多谢皇上。雷海，传旨，封钟粹宫宫女上官传儿为贵。皇上，奴婢请您收回成命。这是为何？眼下黎妃娘娘有孕，切莫因奴婢横生事端，那奴婢就万死难辞其咎了。况且，奴婢昨晚也没跟您，奴婢实在是不配得到您的赏赐。皇上，好，那便依你所愿，先做个官女子吧。多谢皇上。奴婢还有一事相求，奴婢想请您把奴婢嗓音完好之事替奴婢保密，以保黎妃顺利诞下龙嗣。朕说过，在朕面前无需如此胆小。娘，女儿已经完成了第一步，很快就能让您过上好日子。恭喜纯儿，如今你也是主子了。这些都是你封为官女子之后皇上赏赐的。这是方才雷公公送来的玉钗吗？奴婢来帮你戴上吧。
我去看看姐姐。姐姐，妹妹要还你一份大礼，你可要接住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警告你，别以为得了皇上的宠爱就能山鸡变凤凰，你不过是本宫送到皇上身边的玩物而已。本宫能把你送上天，也能把你打回地狱。你这发钗哪来的？是皇上送给奴婢的。这是皇上给你的？你倒舍得割爱，拿来吧，本宫好好看看。就凭你，也配得到皇上的赏赐？走。姐姐，你是皇上眼中最美好的女子，可若他知道你不如他想的那般可人，他又会怎么对你？皇上，太后的寿宴已安排妥当，还请您过目。这个黎妃最近确实有些过分了，不过后宫的这些女人偶尔有些口角也是正常的。眼下就是太后寿宴了，太后不喜争斗，只能先委屈她了。纯儿，你都已经是皇上的女人了，黎妃怎么还敢这么对你？想要赢，就要先学会输。谁才是真正的赢家？现在还是未知。在这后宫中，过度的示弱只会得来变本加厉的欺辱。上官纯儿，你打算忍到何时？这么好看的画，你是要在太后的寿宴上献给她吗？太后向来喜欢这样的画，你要是献给她，她老人家定然心悦。一个卑贱的官女子，有什么资格给太后献礼？见过黎妃娘娘。娘娘，这画儿。千手观音像，本宫还真是小瞧了你，没想到你一个卑贱的洗脚婢，竟还有这等本事。哟，还是红珊瑚磨成的。娘娘，您做的凤凰金钗正好缺个点睛的颜料呢。
呀，求姐姐把画还给奴婢。呀，不好意思，我的好妹妹，姐姐手滑了。妹妹应该不会怪姐姐的。纯儿，对不起，我没能帮你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我不怪你，你不怪我。你快去吧。祸福相依，这到底是好事还是祸事，还不一定呢。琉璃，本宫生平最讨厌背叛。你若是想巴结上官纯儿，就去他身边伺候吧。娘，明鉴，奴婢也是才发现上官纯儿要做什么，正想要去告诉你，所以才……够了！本宫只给你一次机会，跪在这儿，好好想想，在那贱人的身边，该效忠谁？为了父亲，琉璃，你再忍忍，很快就好了。恭祝太后福寿安康。哀家可是很多年没见过如此热闹的景象了。赏！多谢太后。皇帝，这心意是谁的主意呀？是黎妃。黎妃妹妹心思细腻，此番可真是用心啊！真是个孝顺的孩子啊！这说起来，黎妃腹中的龙胎也有3个月了吧？快上前，让哀家瞧瞧。能为太后办寿是臣妾的福分，臣妾不敢居功。这肚子尖尖，必然能生个皇子。太后，太后，这是臣妾特意去南海为您寻来的东珠。太后。不错，不错，这东珠一颗难求，周贵妃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是啊，有周贵妃的东珠在前，咱们准备的贺礼，不知如何能拿得出手。你还夸奖黎妃，你对哀家的孝心可不比黎妃少啊！
太后谬赞了。若是要论起孝心，臣妾自然比不上黎妃妹妹的。黎妃妹妹如今怀有身孕，按理来说应该好好歇息才是。可是臣妾听说，她为了您的寿诞，亲手做了一只金钗呢。啊，黎妃，可有此事？回皇上，确有此事，只是臣妾有些笨拙，若是做得不好，还望太后不要嫌弃。你的一片孝心，哀家怎会嫌弃呢？那就将它呈上来，给我和皇额娘看看。啊，周婉如，只要本宫在一天，你就永远都无法获得圣贤。上官玉儿，你得意不了多久。太后，此钗名为凤凰于飞，臣妾祝您凤凰展翅，福运绵长，仙鹤常伴，福寿长眠。这黎妃不仅肚子争气，手也巧得很，送给哀家的寿礼，哀家甚是喜欢。来，给哀家戴上。臣妾还是太笨拙了，若是太后喜欢，臣妾日后定当加紧练习，为您多做几只，每日换着戴。你这孩子呀，真是有心了。太后，凤凰留住金钗，锦袍绣满百花，显示春回大地，有凤来仪，真是符合眼前的良辰美景啊！说得好，黎妃。你想要什么赏赐呀？太后娘娘喜欢就好，臣妾并无他求。黎妃有心，着实该赏。太后，这钗。凤凰泣血！我的好姐姐，好戏这才刚刚开始。太后恕罪！大胆黎妃，竟敢在哀家的寿宴上诅咒哀家，是何居心？凤凰泣血，实为不祥。黎妃，你敢诅咒太后？太后娘娘，臣妾是冤枉的，臣妾敬重您，臣妾不敢有半分不敬之心呐。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敢狡辩？太后娘娘，黎妃妹妹应该也不是有意的，想必是有了身子，实在太过疲劳，才会出现这样的差池。黎妃妹妹，你还不赶快向太后娘娘道歉？她看在你腹中胎儿的份上，一定不会惩罚你。哦，原来是仗着怀了皇嗣，竟然公然诅咒哀家。那待他日你皇嗣诞下，岂不是要骑到哀家头上？太后明鉴呐，臣妾真的是冤枉的，臣妾对您没有半分不敬之心呐。够了！你仗着身有皇嗣，就敢公然诅咒太后！来人，将黎妃打入冷宫！戏台搭好了，该我上场。你又是何人？皇额娘，她是黎妃的妹妹，上官纯儿，是朕刚封的官女子。
不会说话。别急，慢慢数，朕帮你数。请太后息怒，黎妃娘娘还为您准备了其他的礼物，就在奴婢手中。你是说还有第二份大礼？刚才黎妃公然诅咒哀家，你又是她的妹妹，莫不是替她拖延时间？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好，那就呈上来，让朕和皇额娘都看看这第二份礼到底有多珍贵。这个贱人到底是……好，既然皇帝都发话了，哀家就给你一次机会。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也敢拿来献礼？黎妃这哑巴妹妹，该不会是疯了吧？黎妃妹妹，你跟你的这个庶妹还真是感情之深呢。为了你，甚至愿意想出这种奇招来戏弄太后。区区一个寿子，怎么就能算得了珍贵呢？太后，您别动气，求您看在皇嗣的份上，饶了这黎妃姐妹吧。别以为怀上了皇嗣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戏耍哀家，简直不知所谓。本宫就知这竟比梅儿好些。请皇上和太后莫急。皇额娘，传儿说让朕和您莫急。劳烦姐姐弹奏一曲《有凤来仪》。好看呀！在这儿上了，对呀，好神奇啊！这是怎么做的？太后娘娘，请看，这才是黎妃为您献上的贺礼。也是我为自己搭的通天梯。好美的寿子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纯儿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上官纯儿，你果然有后招，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是蜂蜜，原来是蜂蜜。哀家活了几十年，从未遇见过如此神奇的景象。你这丫头啊，真是啊，心思巧妙。
这些都是姐姐想的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一切都是黎妃的安排？皇上，你看这如何处理？黎妃以下犯上，公然诅咒太后，但念其筹备寿宴有功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罚禁足3月，安心养胎，不得外出。皇额娘，可喜欢刚才的寿字？这个丫头呀，确实心思巧妙，哀家喜欢得很。那该罚的人罚了，有功的人是否该赏了？赏！传旨，请官女子上官纯儿为纯贵人，移步延禧宫。你果然做到了。还不谢恩？贱婢，竟敢将本宫当垫脚石算计，本宫绝不会让你好过。阿娘，您的好日子越来越近。娘娘，请用茶。娘娘，奴婢知罪。哦，你何罪之有啊？娘娘把我送到钟粹宫当夜仙，可我却小瞧了上官纯儿，都是奴婢的错。但是娘娘，这不失为一件好事。她们俩姐妹斗得越是激烈，娘娘您的胜算就越大。更何况上官纯儿还是个哑巴，对娘娘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危险。你说的倒也有些道理。他们是斗起来了，但你为何要隐瞒皇上对上官纯儿的态度？一个暖床的废妾而已，就因为有几分长得像惠后，就入了皇上的眼。你给我继续盯着他，我可不想走了一个上官玉儿，又来了个比他更年轻貌美的对手。是。站住！贱婢，别以为本宫不知道，是你用凤凰气血陷害本宫，敢拿我当你的垫脚石，本宫不会放过你的。姐姐，我没有，妹妹时刻记着自己只是姐姐的洗脚婢。你最好真的记得，你就是个洗脚婢。若是想要那些旁的，仔细体谅清楚。小楚，你如今已是贵人，他竟还敢对你非打即骂？老胎相，杨太医明明说他胎相稳健，看来这胎大有问题。纯儿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本宫丢尽了脸，那个洗脚婢却大出风头。娘娘，他再出风头，也就是个哑巴，还是您肚子里的龙胎更为要紧啊。
说的对。可本宫本想用这个孩子稳定周万叔。好妹妹，你不好好顾住，偏要争宠，那就别怪我了。你是说上官玉儿要用孩子陷害上官晨儿？为了逗这个妹妹，连自己的孩子都能牺牲。咱们这位黎嫔可真是好手段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倒要好好看看这出戏。到了。皇上，这是……这是正妻才有的皇杖和红烛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晨儿，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，是朕不知道的。皇上，臣妾……在这后宫之中，你是如此善良单纯，叫朕如何是好？皇上，晨儿只想留在您的身边，哪怕无名无分。小主，雷公公方才把皇上刚赏的鎏金耳环给您送来了，这是黎妃娘娘新拨给您的宫女。奴婢出云见过纯贵人，谢小主。御赐的耳环中怎么会有麝香的味道？上官玉儿，你果真坐不住了。您昨晚不是还苦于找不到给黎妃娘娘赔礼的物件吗？依奴婢看，这耳环就正合适。我先去更衣。纯儿，这一次你又要……哼，本宫以为妹妹飞上枝头当凤凰，已经不把本宫放在眼里了。算你识相。这是何物啊？辉姐姐，这是皇上赐给妹妹的耳环，妹妹自知不配，所以特地送给姐姐。你倒是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身份卑微，不配戴这赏赐。既如此，你亲手为本宫戴上吧。
好妹妹，这耳环可是你亲手为我戴上的，谋杀皇嗣的罪名，你就好好担着吧。昨日你替本宫解了围，今日本宫当还你一份大礼。娘娘，娘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快去叫人！快来人啊！娘娘，娘娘晕倒了。皇上，您终于来了，我们的孩子。我们还会有孩子的。黎妃妹妹，你还年轻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可是皇上，我们的孩子有5个月了，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，竟被纯妹妹害死？来人，传纯贵人。纯儿，就算你再厌恶嫉妒本宫，可孩子是无辜的，他也是你的骨肉至亲，你害死了他，于心何忍啊！皇上，纯儿没做。够了！你们来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回皇上，奴婢琉璃是钟粹宫的长侍宫女。早上，纯贵人给黎妃娘娘送耳环，娘娘很是喜欢，还让纯贵人给她戴上。可是后来，奴婢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娘娘就昏倒了。回皇上，琉璃说的正是。荒谬！你们是说我们娘娘用皇嗣来陷害纯贵人吗？琉璃，你可是娘娘身边的人，竟帮着外人说话。皇上，奴婢不敢说谎，耳环现在还在娘娘耳朵上戴着呢。这是何物？杨太医，皇上，此物乃是麝香，只需佩戴一会儿就会小产。怎么可能呢？黎妃妹妹和纯贵人是亲姐妹，纯贵人看起来如此善良，怎会？怪不得本宫戴上此物之后，觉得头晕目眩，继而昏倒。原来是你竟在这上面做了手脚，想要谋害本宫和皇嗣。皇上，你一定要为我们的孩子做主啊！皇上，黎妃腹中皇嗣的胎气一向健稳，若非此物，绝不会摔一下就小产啊。皇上，黎妃妹妹这胎来的实属不易，没有想到。皇上，臣妾恳请严惩纯贵人。纯贵人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皇上，这可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呀！听杨太医说，还是个小皇子，现在竟被这蛇蝎心肠的女人亲手害死，臣妾也有罪，是臣妾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妹妹，这才养出了这样的毒妇。臣妾自作自受啊！说起来，当年惠后也是因为被人用了麝香，这才一尸两命。没有想到，如今后宫中又出了这样的事。皇上，臣妾掌管六宫，臣妾也有罪。臣妾如何能和惠后相提并论？是臣妾的错，臣妾实在对不住这个孩子。够了，妹妹！现在证据确凿，你若是不能亲口为自己解释，那我们姐妹情分也只能到此为止。
上官纯，这就是你这个有口难辩的哑巴，敢跟本宫争宠的下场。纯贵人，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要说的？你这次死定了！皇上，臣妾冤枉。还请皇上让臣妾看看那副耳环。纯贵人，你不是个哑巴。上官纯，你敢戏耍本宫！姐姐，你可要接住妹妹送你的惊喜啊！纯儿，你的嗓子是何时好的？本宫怎么不知？你可知这是欺君之罪？是啊，纯妹妹，你还不赶快向皇上解释清楚？欺君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是朕找人治好了纯贵人。梁太医，你若解释不清，朕绝不轻饶。皇上，若真是臣妾做的，臣妾愿意以命抵命。你可看出什么？皇上，这副耳环是赝品，这和今早雷公公送过来的不一样，定是有人调包诬陷臣妾，还请皇上明察。一片胡言！此耳环乃是皇上赏赐，怎会是赝品？你休要胡说！皇上，臣妾能否请雷公公看一看这副耳环？皇上，据臣妾所知，这副耳环是流金国的贡品，臣妾自知身份卑微，不配佩戴，所以想把这副耳环送给姐姐。雷公公，您监管内务府，您应该知道，流金国的首饰底部都有印记，并且制作精良，可这对粗制滥造，什么都没有。回皇上，这耳环不仅没有钢印，这重量也比奴才早上送的要轻一些。这确实是被调包的赝品啊！皇上，就算这耳环是被人调包是假的，可妹妹在里面放麝香是真的呀！皇上，我和娘娘是亲姐妹，娘娘的肚子里还怀着龙嗣，臣妾怎么敢下毒？可是皇上，这耳环是妹妹亲手送给臣妾的，如果不是她，还能有谁？皇上，臣妾斗胆搜查钟粹宫，若找不到证据，臣妾愿意以命抵命。来人，封锁钟粹宫，给朕搜！谢皇上。皇上，在钟粹宫偏殿下人间寻到了此物。回皇上，这才是奴才送给纯贵人的耳环。皇上明鉴，奴婢不敢私藏小主的耳环啊，一定是出于是他将耳环调包，谋害皇嗣，陷害纯贵人。皇上，是奴婢做的，奴婢愿一命换一命，只求皇上放过奴婢的家人。小主，出云堂，您不要难过。一对真，一对假。上官玉儿，你敢用御赐之物来陷害我，那就别怪我。
小主，小主，我不难过，只是我和他无冤无仇，他平白无故的陷害我，此番也算是他罪有应得吧。琉璃，我会说话的事情先前没有告诉你，是因为我有苦衷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小主说的哪里话，奴婢怎会怪你？奴婢知道你一定是有苦衷的。好，琉璃，小时候是你救了我，也是你对我说了一番话，让我一直支撑到现在。我答应你，日后我定不会再瞒你任何事，以后我有什么，你就有什么。好，可是小主，我也瞒了你很多事，要不是我，你也不会进宫。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。琉璃，真没想到你能亲自来帮我梳妆。小主客气什么呢？琉璃虽是长侍宫女，可小主也是钟粹宫的主子，琉璃来伺候您本就是应该的。更何况明晚便是宫里的中秋宴，待几日又是小主移居延禧宫的日子，双喜临门，后宫上下都看着呢。奴婢自然是要把您打扮得鲜亮一些。哎，小主，奴婢再去给您拿几朵绒花来吧。嘿，娘娘，琉璃这个利欲熏心的小贱人，见谁风光就攀附着谁，她怕不是忘了怎么在本宫面前摇尾乞怜的了。宝珠失踪了这么久，她是已经遭遇不测，可本宫现在的处境却无法给她报仇。幸好还有你陪着我，你是不会背叛我的，对不对？若不是娘娘，海棠早就死在新者库了，奴婢这辈子都不会离开您的。起来吧。本宫为了斗败他，不惜以腹中的孩儿为代价，可结果他就风光移宫，本宫却要在这小佛堂中抄写佛经，为孩儿祈福，连中秋家宴都不能去。娘娘，上官纯儿，要怪就怪你太不安分。明晚的中秋家宴上，本宫会彻底让你万劫不复。小主，琉璃就先告退了。琉璃姐姐，真是谢谢你了。纯儿小主，咱俩自小就认识，能在这宫中相遇，也是莫大的缘分。能为您做这些，奴婢觉得很开心。琉璃姐姐，为何今日钟粹宫的灯笼挂得如此奇怪？你看，东南角的那只灯笼，为何比其他的灯笼挂的都要高？这个，奴婢不知。但奴婢听说，黎妃为了给皇上祈福，每月的14、15两日，都会特意将灯笼高挂。灯笼挂得这么高，看来你很想我。我们的孩子就这么没了。放心，以后还会有的。本宫今日叫你来，
是想让你在明日的中秋宴上，掌声呼了上官纯儿的清白，为咱们的孩儿报仇。好，只要你说的，我都会做。说起来，延禧宫里还有个年老色衰的储藏在，不如就让他来做此事。是。记住，说未曾将灯笼挂高，绝不能来找我。好。老话说得好，要想俏，一身香。今天你这副模样，真是让我欲罢不能。上官月儿，你我的这场戏越来越有意思。宫中刚失去一子，本次中秋家宴，一切从简。皇上节哀。皇上，你也该放宽心，这孩子呀，还会有的。皇上，您喝多了，臣妾先扶您下去歇息吧。好。太后，皇上不胜酒力，嫔妾先扶他下去休息吧。去吧，去吧，哀家也累了，哀家也该回去歇息了。恭送太后。皇上，本宫先扶皇上下去，各位妹妹们尽兴即可。恭送皇上，恭送贵妃娘娘。陈妹妹，你是？我是延禧宫的储藏在。听闻妹妹马上就要迁入延禧宫，成为一宫之主了，特意来敬妹妹一杯，望你我姐妹日后好好相处。储藏在，您只需敬纯贵人一杯酒，将她送往此阁即可。事成之后，我家主人自会将您的绿头牌挂出来，让您重获恩宠。多谢姐姐，纯儿不胜酒力。妹妹这是瞧不上姐姐了？哎，纯妹妹，我扶你去暖阁休息，来，当心脚下。娘娘，娘娘，纯贵人被储藏在带走了。娘娘，这是一个宫女塞到奴婢手里的。看来今晚有好戏看了。纯儿这次还逃得过去吗？
纯贵人，你不要怪我，我已经这般年岁，若再不能得宠，就只能老死在这后宫中。娘娘，奴婢是中翠宫的长侍宫女，纯贵人不见了，能不能请娘娘帮忙找找？怎么好好的一个大活人还会不见呢？皇上此刻已经歇息了，本宫也不好去打扰，只能麻烦妹妹们陪本宫去找找了。臣妾等听从娘娘安排。既然如此，就从那间暖阁找起吧。这是纯贵人的衣服，里面的人不会是纯贵人吧？天哪，这可是死罪啊！胡说什么？纯贵人如今正得圣宠，怎么可能会做出如此荒谬的事？你们随本宫去看看，让本宫看看你们姐妹俩今晚唱的什么大戏。皇上，还请皇上救救臣妾。发生了何事？臣妾不敢说。你不说，让我怎么救你？臣妾斗胆，还请皇上在今晚的中秋宴会上陪臣妾演出戏。皇上，皇上恕罪，臣妾不知是你。不知道是朕，那你以为是谁啊？是他吗？没想到，在朕的后宫，竟然还有人用这种龌龊的方式来陷害宫妃清白。今天，朕倒要好好查查，到底是谁这么胆大。周婉如，你来说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皇上明察，是中翠宫的长侍宫女来跟臣妾说纯贵人失踪了，臣妾这才带着众姐妹来寻。眼下正找的这间暖阁，别的事情臣妾真的不知啊。皇上，纯贵人是我们中翠宫的人，奴婢是担心小主的安危，这才去求了贵妃娘娘前来。其他的奴婢什么都不知道啊。皇上，请您不要责怪贵妃娘娘和琉璃。楚常在，纯儿虽不知你为何陷害于我，但皇上在此，你还是快点说出实情吧。楚常在，朕念你跟在朕身边多年，今日就给你一次机会。倘若你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朕不念旧情。皇上，臣妾说，是礼嫔娘娘指使臣妾，臣妾已经知道错了，求皇上看在以往的情分上，饶了臣妾吧。皇上，又是这个礼嫔，刚失去一子还不老实。雷海，摆驾中翠宫。皇上，礼嫔娘娘是臣妾的姐姐，想必这其中一定有误会。有没有误，去了便知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外面灯笼挂得这么高，我怕我不来，你就要受不了。灯笼，我没有。放心，没人。现在他们都在水云间看戏。
玉儿，我好想你。雷海，过去看看。玉儿，你好像是我猎你，还是我猎你？当然是你啊！我跟了皇上这么多年，都没怀上龙胎，只跟你见了一回主，就有了孩子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再送你一个龙胎，等他继承了皇位，这天下可就姓叶了。放肆！朕倒是要看看这个天下到底是姓叶还是姓关。皇上，您听臣妾说，事情不是您想的那样。朕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你还敢狡辩？叶三，朕封你为一品带刀侍武，却跟后妃苟合，秽乱后宫，其罪当诛。皇上，这一切都是丽妃娘娘的主意，是她说要借腹生子，勾引属下，还望皇上明察。叶三，你个畜生！当初明明是你先对本宫表达爱意，现在却说我勾引你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够了！朕没空看你们这对奸夫淫妇互相指摘。来人！皇上，臣妾和姐姐是亲姐妹，姐姐做错了事，妹妹也难辞其咎。皇上就连臣妾一同责罚了吧。拿这个贱人当姐姐，她却找人陷害你清白，你还要跟她一起受罚？这纯贵儿莫不是疯了？上官玉儿都这么害她，她还要陪她受罚？在宫里这么久，还没见过如此蠢笨的女子。臣妾自然是知道的，可是毕竟黎妃是臣妾的亲姐姐，一定是臣妾做错了事，她才会如此算计我。你这个贱人，还在这装良善！要不是你故意争宠，我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为什么要被毁掉清白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这个该死的心绞鞭！放肆！还不救人！没事吧？上官玉儿，你敢在朕的面前动手？好，你想死，朕就成全你。来人，把上官玉儿拖入冷宫，还有叶三一并处死，还有楚常在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雷海，是。皇上，皇上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我变成今天这样都是因为你啊，皇上！今日起，封纯贵人为纯嫔。如果以后再有此类事情发生，一律严惩不贷。皇上，最是无情帝王家。上官晨啊，上官晨，你不得好死！不得好死！皇上，臣妾有罪，还请皇上赐罪。上次是上官玉儿小产陷害人，这次又找人辱你清白，你何罪之有？臣妾上次听到楚常在要陷害臣妾，臣妾便求皇上来陪臣妾演了这出戏，
臣妾怕皇上认为臣妾心思深沉，故意为之。春儿多虑了，朕知你心思单纯，来找朕求助，也只是为了自保。黎妃有此下场，皇上，也是她咎由自取，与你无关。有话直说，跟朕无需遮掩。皇上，臣妾的姐姐现在出了事，臣妾想把姐姐身边的掌事宫女琉璃接到臣妾身边，不知是否可行？就这事，朕还以为是何等事，须得你如此迟疑。也罢，既然你喜欢那丫头，就让她留在你身边服侍你吧。臣妾多谢皇上。就只是嘴上说说，朕想要的事，可不只是这么简单。阿娘，您的好日子终于要来。小姐，您开开门吧，这样不吃不喝，身子都垮掉了。小姐，你开开门吧，小姐。小姐，你开开门吧，小姐。还真是主仆情深啊。奴婢听说，自那日事发后，上官月儿便再没用过膳。你来干什么？本宫来看看自己的亲姐姐有何不妥。你给我滚出去！我叫你滚！我当是谁呀？原来是本宫曾经的洗脚婢。姐姐怕不是忘了，如今我为宠妃，你为庶人，姐姐还是认清事实的比较好。你这个贱婢！今日在此的本该是你，我能输给你，只是因为运气不合。是啊，只可惜姐姐计划缜密，却没想到我会求皇上陪我演戏。想来姐姐定是十分好奇，这灯笼之事是何人做的？果然是你！自然是我。姐姐先送了妹妹这么一份大礼，妹妹自然是要回礼的。不过姐姐就不好奇，我是如何知道这件事的吗？姐姐可曾还记得那日的猫叫？那是你！我便是那夜知道了你和叶三的奸情，才知道你们想利用储藏寨陷害我，所以本宫便将计就计，求皇上来陪我演这出戏。姐姐，怎么样？我这个曾经的洗脚婢没让你失望吧？你这么算计我，爹和娘不会放过你的！你这个贱婢！姐姐糊涂啊，看样子你还是不够了解的。父亲怎么会因为你这个弃妃，放弃我这个宠妃呢？姐姐，妹妹今日就送你最后一份礼物。琉璃，你不能杀我！
这个贱婢，姐姐，杀我！妹妹怎么会杀你呢？这可是皇上赏赐的雅酒，姐姐若是拒绝，想想你的母亲。姐姐，这惊鸿一曲，你日后便莫要再唱了，因为无人会听。上官春儿，你以为你当上宠妃又如何？在这后宫之中，最不缺的就是敌人。我会在这看着你到底怎么死的。更何况你的身边还留了一把刀，我倒要看看这把刀何时会把你伤得体无完肤。阿娘，您别怪女儿心狠，女儿只是想为了您好好活着。皇上已经许了我归家探亲，我马上就会见。纯平娘娘，这是皇上为您准备的仪仗。这皇上说来着，这冷宫废妃的事啊，看在您的面子上，就不跟着上官家牵扯了。不过这还需要您亲自去通知。有劳李公公了。娘，纯儿如今终于可以让您扬眉吐气了。若不是妃嫔探亲，必须要全家相迎。本夫人还真是不想见到你，真是晦气。是，大小姐如今贵为离妃娘娘，我能见着大小姐是我的福气。只是不知道纯儿现在怎么样了。老爷，我听说皇上给咱们的玉儿赐了专属的仪仗，想必如今咱们玉儿在宫中必然是圣宠啊。能有玉儿这个好女儿啊，是我们上官家的幸事。老爷，你快看，马车回来了，玉儿回来了。哎，玉儿现在是宫妃，咱们必须都得行礼啊，莫要坏了规矩。见过李妃。贱婢，还不赶紧抬头看看，玉儿怎么不说话呀？纯儿，是纯儿。什么？怎么会是你这个贱婢？我的玉儿呢？大胆，竟敢对纯平娘娘不敬！你们上官家难道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？纯平，一个哑巴也能封钱，那这个毁了容纳洗脚贱婢，不就能当皇后了？闭嘴！无知蠢妇，胡说什么？前几日皇上封了一位纯嫔，为夫倒是不知，这纯嫔竟是我的纯儿啊！什么？父亲，女儿回来了。纯儿你什么？你一个哑巴竟然会说话？你之前都是在骗我们的！
这一巴掌是教教您何为规矩，竟敢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对宫中妃嫔出言不逊。这第二巴掌是打母亲掌家不辞。这最后一巴掌是打母亲教女无方。你的好女儿上官玉儿差点害死整个上，你的好女儿上官玉儿差点害死整个上官家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快说，玉儿在宫里怎么了？父亲，在此之前，你是不是应该先将我阿娘扶进去？什么？你竟然让老爷扶这个洗脚婢！你个贱！父亲，倘若您不乐意的话，那本宫倒也可以在这府外将宫中的事全数说出来。别！你这个贱！够了！这才是第一，女儿会让他们把欠你的尊严和体面全数还回来。纯儿，你快说说啊，玉儿在宫里到底怎么了？肯定是这个贱婢欺负玉儿了。父亲，你可曾还记得当初迎娶我母亲时说了什么？这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为父实在是……父亲忘了，可纯儿还记得，我阿娘也记得，那就是抬为平妻。抬为平妻。纯儿，柳姨娘她奴籍出身，抬不了平妻。那倘若本宫说，你的好玉儿在宫中与侍卫通奸，混淆皇嗣，还被皇上当场抓获，如今已贬为庶人，打入冷宫，还险些害上官府株连九族呢。你说什么？你这个贱婢！你要是再敢胡说，我就撕烂你的嘴！老爷，你可千万不要提起这个贱婢的一面之词啊！咱们的玉儿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啊！老爷，看来方才还是没有打醒母亲，竟还敢出言无状。父亲，可否要看圣旨？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，老爷，咱们的玉儿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的，老爷！不可能啊！这就是你养的好女儿，她想害死我全族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纯儿啊，为父愿意抬你阿娘为平妻，求求你想想办法，救救上官家！老爷，为父发誓，
只要能救上官家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。纯，我的纯，你也姓上官呐，我们跟你可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呐！娘，来人，把族谱拿来！一个奴籍属世的洗脚婢，他也配？他也配，他也配，就得配啊！老爷。老爷，够了，纯儿，够了。阿娘，这是他们欠你的，你切莫再度心软了。父亲。母亲，把东西都呈上来吧。母亲，这些都是皇上赏赐给女儿的，现在我要全部交给你。这我也用不上，你还是拿回去吧。这些都是本宫送给阿娘的提己钱，想必父亲定不会挪为他用吧？不会。至于母亲，我娘伺候您那么久，想必洗脚的手艺你也全都学会了吧？不如就将曹氏降为姨娘，日后就由你来伺候主母洗脚了。什么？父亲，本宫的提议你可有异议？老爷，你可千万不要答应他呀！老爷，你可千万不能答应他呀！老爷，父亲可要想清楚，本宫现在才是上官府所有人的倚仗，切莫因一人耽误上官府的前程。老爷，不要！老爷，不要啊！阿娘，女儿答应您的做到了，日后您在这府上不用再受这些委屈了。琉璃，小时候是因为你，我才振作起来，也是因为你跟我说的那些话，一直支撑着我到现在。现在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，接下来由我来保护你。我当时听闻是你爹得罪了人，你才进宫为婢。现在呢？你家人怎么样了？谢娘娘记挂，
我的家人一切都好。往后啊，我们便是亲姐妹了，有任何需要都要来告诉我。本宫一定要教会你说话。回来的倒是快啊！娘娘猜得甚准，上官纯儿果然和母家不和。一个能在家里装哑10几年的女人，咱们这位陈贵人还真是不简单呢。娘娘说的是，最近她风头大盛，皇上一连几日都宿在她的言行。别说是本宫这里，连其他嫔妃也都不去了。不能再任由她这样发展下去，不然这玄空的后位都得被她夺走。过2日便是赏花宴。上次他把所有人都当棋子耍，这次本宫要让他知道，这棋子也是会反噬的。琉璃，来。娘娘，您这是？这么害怕做什么？你呀，是我的亲姐妹，如今我升了位分，自然是要把最好的都给你了。娘娘，你和娘是我最在乎的人，你放心，日后我定会好好保护你们。娘娘，你知不知道，就算你待我再好，我也摆脱不了周婉如，不然我重病的父亲就会死。好看。一会儿啊，随我挑件衣服。娘娘，您这几日身子不爽利，不如就别去了吧。赏花宴是后宫的传统，本宫又是新册封的嫔妃，怎能不去？放心。纯儿，为什么你非要去？我已经提点过你了，这便怨不得我了。皇上，您看这菊花都开了，咱们也去看看。好。皇上，您看这菊花，跟臣妾刚进王府的时候。纯儿，这菊花如你一般，圣洁无瑕。皇上，比起菊花，臣妾更喜欢莲花，觉得莲花更加高洁。菊花更适合你。皇上说臣妾适合什么，臣妾就适合什么。皇上，我陪了您这么多年，竟然还比不上一个替代品，自以为得到了什么，结果却只是个赝品。该来的也该来了。
昔日宠冠后宫的黎妃，怎么落得今日这般下场？妹妹倒也不必如此眼神看我，我这次来是来帮你的。妹妹还不知道吧？你那个洗脚婢出身的庶木，自从当上了纯嫔，回家以后就把她的生母改为平妻了，还把你的生母降成了妾。现在日日里都得给那个柳氏洗脚呢。不可能！现在正是菊花盛开的季节，过2日就是赏花宴。你说，如果用那个上官纯儿的血来起花，那菊花的颜色会不会更加鲜艳呢？上官纯，你竟将我和母亲逼到如此境地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皇上小心！皇上小心！小心！哎呦！皇上，纯儿，姐姐，纯儿，景阳太医。母亲，玉儿先走一步了。你有的废物！如何？回皇上，娘娘的伤倒是没有伤到筋骨，但也需要好好静养一段时日。只要按时服药即可。来人！上官玉儿刺杀宫妃，把她的尸体给朕拖出去喂狗。是。皇上，她毕竟是臣妾的姐姐，你把她当亲姐姐，她却从来没有把你当妹妹。再为臣婢把脉。是。这是何事？皇上，纯嫔娘娘有血了。此话当真？微臣不敢欺骗皇上。皇上，臣妾真的有我们的孩儿了吗？传旨，纯嫔有孕，大赏6宫。恭喜皇上，恭喜纯嫔娘娘。皇上，纯妹妹有孕乃是大喜，但是目前这胎儿还未足3月，如此大肆宣扬，恐怕对纯妹妹不好吧？纯儿，你想要什么奖励？臣妾不想要什么奖励，臣妾现在只想要孩儿平安降生，健康长大，长大之后能够为皇上排忧解难，为官时江山出一份力。放心，有朕在，我们的孩儿定能如你所愿。你今天护那个纯嫔护得挺好的，本宫倒是不知，这么多年，竟然在身边
养了条吃里扒外的狗。娘娘恕罪，奴婢不是。你还敢狡辩？既然你一心要去延禧宫当狗，那本宫便成全你。来人，叫我父亲去宁古塔找剑海。不要，娘娘息怒，求娘娘放了我父亲吧！奴婢保证，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了。娘娘息怒！看在你跟了我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10日之后，你若是还不能让上官纯儿小产，你就等着下地狱去给你爹尽孝吧。奴婢。皇上，您还不歇息吗？朕准备给纯儿封妃。纯妹妹才刚进宫不久，这样子会不会有些太快了？纯儿进宫时日是短，可这段日子却受了不少委屈，这个妃位也算是对她的安抚。可是皇上，不必多言，朕打算给她封号为惠，取温和、柔顺、仁爱之意，你觉得如何？可是“惠”这个字是姐姐死后追封的封号，给纯妹妹用会不会不太妥当？朕倒是觉得纯儿和惠后一样，蕙质兰心，柔顺仁爱，深得朕意。朕觉得用此字甚好。一切听皇上安排。娘娘，夫人来信了。娘说她在府中一切都好，父亲对她也有改善，曹氏也不敢再随便欺负她了。那就太好了。娘娘，这马上头3月就过去了，您不给皇子多绣点衣裳，怎么绣起了这多子多福的团扇？本宫现在怀了身孕，想把这福气散给河宫的姐妹，所以便想着绣着多子多福的团扇送给贵妃娘娘，希望她早得龙儿。娘娘思虑周全。周婉如，本宫送你的福气，你可要妹妹今日怎么有空来我翊坤宫了？身子可好？嫔妾多谢姐姐关心，眼下一切都好。不知妹妹今日来有何贵干？嫔妾刚怀上龙嗣，所以想着将这福气散给河宫的姐妹，就绣了这象征多子多福的团扇，想着第一个就送给贵妃姐姐，还望姐姐能够早得灵儿。多谢妹妹，妹妹费心了。嫔妾听闻姐姐宫里的送子观音极灵，妹妹可否拜拜？当然可以。
多谢姐姐，无妨。本宫算了算日子，妹妹的肚子也该3个月大了吧？你可得好好养着，保护好这个孩子。这是自然，多谢姐姐关心，嫔妾就先行告退了。谁给你的胆子跑来本宫这里炫耀？你给我等着，本宫让你有命怀，没命生。方才我在那观音周围闻到了麝香，观音里面怎么会有麝香？据我所知，那尊观音是周婉如的父亲得了军功之后，皇上赐给他的。而周婉如日日供奉，怕是早已闻不出麝香味。小主，您是说上官玉儿临死之前看了周婉如一眼，当时我看着就不对劲，后来回去细细想了一下，又是谁能悄无声息地把上官玉儿放出来？小主，您怀疑是？我差人去打听过了，那日看守上官玉儿的侍卫全都失踪，这深宫之中，除了皇上，也就只有周婉如有这样的手笔。琉璃，我不想坐以待毙了。小主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我说过，我也会保护你的。这是……那日我在上官府问你，你还不肯告诉我。幸好我差人去打听了你家的情况，你的母亲已经去世，只剩年迈的父亲还在宁古塔受苦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差人去救你父亲出来了。这些钱你就带着和你父亲远走高飞吧，再寻个好人家，日后好好过日子。小主，这是要赶我走？傻瓜，我怎么舍得赶你走呢？可是周婉如犹如疯魔，我不想连累你。雷公公，琉璃父亲的事情就劳烦您多费心了。娘娘客气了，这奴才家的亲戚刚好在宁国塔做事，想要把他父亲换出来呀，并不难，只是还需要一些时间呢。多谢雷公公。小主，琉璃不走，不管小主要做什么，琉璃都陪着您。你这……小主要是不答应，琉璃就不起来。既如此，那我们姐妹便奋力一搏。距离10日之期还有3日，本宫怎么还是没有听到延禧宫的消息呢？请娘娘放心，奴婢已经想到办法，除去纯嫔的孩子。但愿你这次莫要再叫本宫失望了。是。待他孩子胎死后，本宫就会把你送上龙塔。等你的孩子出生以后，就交给我来抚养，到时候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。他能被娘娘来抚养，是奴婢和孩子的福气。周婉如，你让父亲挟持我多年，如今也该到我把这些年受的委屈还给你的时候了。娘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奴婢去给您请太医。时间也该到了。
恭喜娘娘，您这是喜脉呀！恭喜娘娘，您这是喜脉呀！杨太医，本宫记得那件事，你说过本宫的身子寒气入体，再也难得龙丝。求求你，你救救大阿哥吧！侧福晋，不是微臣不给大阿哥看，是福晋要生产了，王爷急召啊！而且大阿哥他已经快不行了。他还那么小，他也是王爷的孩子。杨太医，我求求你了！真不是微臣不帮啊，大阿哥他已经没气了，微臣实在是不敢忤逆王爷。杨太医。侧福晋，您在雨中跪了一夜，寒气入体，伤了身子，日后恐怕再难有孕了。王爷，你好狠的心啊！话虽这么说，可娘娘如今的脉象确实是喜脉。一定是大阿哥回来了，是我的康儿回来了，快去告诉皇上这个好消息。是。周婉如，你现在笑得有多开心，之后就会哭得天明。恭喜皇上，恭喜贵妃娘娘。起来吧。这次朕一定保护好你跟孩子。这一次，谁也别想伤害我的孩子，管你也不行。是皇上。最近后妃接连怀孕，乃天降祥瑞，寓意大喜。臣旨，今晚去玉坤宫赏珊瑚，为宫中添丁祈福。谢皇上。周婉如，你可要好好保护。娘娘，你真的要这么做吗？孩子可是不好吗？敢问娘娘，幼时可否受过寒凉？娘娘幼时受了凉，导致身体寒气集中，就算微臣用尽药物，也难以保证龙胎顺利出生。这个孩子连出生的机会都没有吗？微臣会尽力保住龙胎。可你告诉本宫，这个孩子还能留多久？不足月余。什么？杨太医，您先前帮着上官玉儿害过本宫一次，这一次你就帮本宫扳倒周婉如，也算是将功抵过了。日后您便是自己人。是，多谢娘娘。什么该说，什么该做，用不着本宫提醒杨太医吧？是，微臣明白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事到如今，本宫只能拿自己去赌。皇帝，如今2位嫔妃同时有孕，这在宫中可是多年未见的喜事啊！皇额娘说的是，所以儿臣特意让后宫嫔妃们
都来祈福，也算是能够沾一下纯儿和婉如的喜气。能够同时拥有他们2人，也是儿臣的福分。好了，皇帝，他们也该去挂福袋，为皇嗣祈福了。去吧。是。姐姐这宫中送子观音吉林，上次臣妾来拜了之后，回去感觉龙嗣都安胎了不少。心诚则灵。眼下姐姐怀孕，怕不是认为这个孩子是菩萨给你的吧？你什么意思？周婉如，你敢不敢对着菩萨发誓，说你从未害过龙嗣，更从未害过我？放肆！本宫如今身怀龙嗣，又是堂堂贵妃，怎么同你发誓？宫中为何多年没有皇嗣降生？你做了那么多亏心事，还妄想菩萨会给你一个孩子？你真是疯了！胡言乱语，本宫懒得同你纠缠。皇上，陈斌娘娘的孩子还在，眼下需要静养。皇上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臣妾只是同姐姐说了2句话，姐姐就说臣妾对她不敬，并且推了臣妾。臣妾是不小心将那佛龛打翻的。杨太医，你快看看，这托盘中的是什么东西？是。回太后，此物乃是麝香。微臣闻这里边的成分，与当日黎妃流产时接触的那种一模一样。此前黎妃的事，朕免一辛苦。这麝香乃是宫中禁物，就连宫外都极其少见。只有你父兄常年驻守的南朝才盛产此物。皇上，臣妾真的不。周氏，这些年来，朕始终不曾许后。后宫一事，也一并交由你打理。你的母后周氏全族，朕也一直以礼待之，从未苛责。多年来，后宫嫔妃一旦怀孕就会小产，导致后宫多年无子嗣降生。朕也从未怀疑过你。今日，朕只问你一句：当年惠后怀孕在身，是你在照看，她产下皇儿失血过多而死，这其中可有你的手笔？医生，臣妾真的不知情。可有？皇上，阿基，杀了！阿基，阿基，杀了！阿基，阿基，杀了！阿基。雷海，传旨，贵妃周氏谋害皇妃，残害皇嗣，打入冷宫。赐。皇上，臣妾肚子里还有您的孩子，求皇上看在这么多年的份上，让这个孩子平安出生吧。臣妾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，求皇上怜悯。好，先贬为庶人，
待皇嗣降生。皇上，周氏没有怀孕，周氏没有怀孕。你说什么？我没有怀孕？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周氏指使微臣谎称其怀孕，想要争纯斌娘娘的宠。你胡说！是你连海阳台一陷害我！没有，周姐姐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还有你！够了！你到底还要攀咬多少人？先是杀害圆圆，又是残害皇嗣，这桩桩件件，你简直罄竹难书。周婉如，你难道还不认罪吗？皇上既已认定所有事都是臣妾所为，又何必多此一问？若不是等你亲口承认，你以为朕还愿意看到你这恶心的嘴脸吗？是，臣妾年老色衰，若是姐姐还在，皇上又真的会爱她老去的容颜吗？皇上又是真心爱她的吗？圆圆纵然容貌老去，但心思不会像你这般恶毒，你根本不配跟她比。我不配。皇上可还记得这支金钗？是当年臣妾刚进王府服侍，皇上亲手赠予臣妾的。那时皇上对臣妾说：“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”可是没多久，你就有了姐姐。她的院子里总是那么其乐融融，和府上下都为她有了子嗣而高兴，而我的康儿却在姐姐孩子的出生之日，在大雨中不治而死。所以你就杀了圆圆，要为康儿报仇。既生瑜，何生亮？要怪就怪皇上，既然给了我承诺，却又转头将他引入府中专宠，我也不想妒忌，可是我做不到。皇上，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吗？够了！你的爱让人恶心。那皇上你呢？这尊送子观音像，是当年康儿死后，我父亲夺得战功，您亲手赠予臣妾的。这么多年来，臣妾日日供奉，怎么可能在里面放麝香？你敢不敢对着列祖列宗和你的江山子民发誓，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？你要干什么？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不用皇上废弃臣妾，这个贵妃，臣妾早就做腻了。你疯了！皇上和臣妾曾经结发为夫妻，现在臣妾断发为妻。我终于不用再坚持贤良淑德的模样讨你开心，我们周家也不必再被你忌惮。
雷海，传旨，晋纯嫔为贵妃，赐号惠，协理6宫事，被贵妃周氏打入冷宫，朕与她此生永不相见。奴才给娘娘请安。公公不必多礼，可是宁古塔那边有消息了，还请娘娘恕罪，这奴才暂时无法将琉璃的父亲给调换出来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信上说，琉璃的父亲被周家的人一直给关押着，要想神不知鬼不觉的调换出来，那必定会惊动到对方啊。你是说，琉璃的父亲被周婉如的人看着？正是。我知道了，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。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跟着他，看看他去干什么。是。我就不该信你，你果然是只养不熟的狗。那只鹦鹉从来就不会说话，也是你干的吧？是娘娘始终不守诺言，怪不得奴婢。那又如何？怪就怪你们天生命贱，别怪本宫没提醒你。你那个病重的爹已经命不久矣，你若是再不给我找到弄死上官纯儿的法子，就怕连你爹的尸骨都见不到了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弄死你爹，对我们周家来说，就跟掐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我的耐心已经不多了。这是最后一次，请娘娘说话算话。上官纯儿，就用你的血为这平淡的冷宫添点颜色。娘娘，琉璃，这是什么？回娘娘，最近您不是因为周氏的事睡眠不好吗？奴婢就特意去内务府请的这狐尾百合，这种花有安眠的功效。娘曾说过，狐尾百合加凝露香可以催情。琉璃，你真的要对付我吗？既如此，那便留下吧。琉璃，去换个我喜欢的花瓶来。是。琉璃，儿时是因为你，我才有了活下去的勇气。我不愿意相信你待我从未有过一丝真心。
如果你是被逼无奈，那我成全。皇上驾到！臣妾参见皇上。朕听说你的胎儿已经稳了，便想着过来看看。皇上日理万机，还能想到臣妾，臣妾十分荣幸。这花的香气好特别啊！春儿，朕有没有说过你的眼睛很美？对不起，我没得选。我的孩子，皇上，你说你们怎能如此不知收敛？真是！回皇上，纯妃娘娘的孩子没保住。废物！朕要你们这些太医有何用？不是说已经过了3个月，胎儿已经安康了吗？皇上息怒，微臣也不知道为何会如此。废物！春儿，是朕的错，别担心，今天晚上朕在偏殿睡，朕陪着你。皇上，皇上，是我家娘娘让我来的。你说什么？是纯儿让你来的？娘娘说，她最近身子重，知道皇上您刚刚失去孩子，心情不好，所以就让奴婢来宽解皇上。这钗子是皇上赠与娘娘的，娘娘说就把它作为信物，皇上一看便知。既然是你家娘娘的一片好心，朕怎么能不成全她？纯儿，对不起，事已至此，我只有往上爬才能破局。琉璃，给本宫倒些水来。琉璃，娘娘，琉璃，娘娘，琉璃姐姐昨夜已经被皇上封为临常在了。你说什么？一定是皇上强迫她的。一定我是皇上强迫他的，我要去找他，我要去找他。琉璃，琉璃，哎，惠妃，皇上宣召不得入内啊！琉璃，你是被迫的，对不对？只要你说，我都帮你。娘娘，奴婢是真心仰慕皇上的，求娘娘成全了奴婢吧。你是真心仰慕皇上的。够了！是你把琉璃送到朕的床上，如今又是闹哪出？是本宫把你送到龙榻上的。娘娘，求您成全奴婢吧，求您了。皇上，
若臣妾说臣妾没有，您信吗？娘娘，我求你了，娘娘！够了！你看你现在哪还有半点惠后的影子？惠后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鱼。好一个除却巫山不是鱼！原来那日在御花园，皇上说我适合菊花，是因为惠后喜欢菊花。能有几分似惠后，就是你的福气。后宫这么多姐妹，还比不过一个死人，这就是你说的福气吗？放肆！你可知忤逆朕的下场？臣妾未能保护好皇嗣，罪其一。臣妾殿前失仪，罪其二。臣妾不敬惠后，忤逆皇上，罪其三。臣妾自请禁足延禧宫，还望皇上成全。好一个自请禁足！既然如此，朕就成全你。传旨，惠妃殿前失仪，罚禁足延禧，无朕口谕，不得出。谢皇上成全。终究是我妄想了，只是忘记了帝王的血爱。琉璃，希望这份骗来的荣宠能护你周全。妹妹，如今灵嫔娘娘贵为宠妃，我只不过是一个被禁足的废妃，担不起你这声妹妹。本宫与妹妹自小相识，且有互相扶持之情，这声妹妹你自是担得起的。今日本宫来，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。看来妹妹早就猜测到了那日的狐尾百合有问题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何当时不拆穿我？琉璃，我儿时落魄绝望之时，你拉过我一把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把你当做我最好的姐妹。可是我始终没想明白，你为何背叛我？事到如今，你可以认为是我要为自己而活，不愿再做那个能被人随意玩弄的。你不必这般看我，我想要在这后宫中生存下去，而你是我唯一的绊脚石。实话告诉你，你之所以会被送进宫，便是我在其中挑拨。从始至终，我都是周婉如送到你们姐妹身边的探子。你进宫后遭遇的一切算计，我都心知肚明。琉璃，我们自幼相识，
一起经历了那么多，我以为我们是互相攀缠的。比起他们，若你想封妃，你大可以告诉我，我会帮你的。纯儿，这人心难测，如云中现，海中针，难找更难寻。以后，你就当那个与你互相扶持的琉璃死了吧。惠妃有功夫怀念我们的姐妹情，不如想想，如今没有倚仗的柳姨娘会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你什么意思？琉璃，你什么意思？小婵，打听到了吗？小主，奴婢打听到，自从上官老爷和曹氏知道您进了冷宫之后，就又开始苛待夫人了。听说夫人还被打了一顿。对不起，是纯儿对不住你。琉璃，你既逼我斗，那我们就斗到底。小婵，你能不能帮我出去，带本宫重夺圣宠？定会后我带你。小主，此时谋划此事不太妥当，因为今日是先会后的明旦，今晚皇上自然是要去坤宁宫的。这么巧？那就非今日。你怎么来了？皇上可曾记得，臣妾说过，自小便仰慕惠后。今日是她的冥诞，臣妾来此是为了祭奠她。这些时日，臣妾想了许多，是臣妾错了。臣妾能陪在皇上身边，已是天恩浩荡，哪怕做惠后一辈子的替身，臣妾也甘之如饴。以前觉得你眼睛像他，现在看来，性子也像极了他。臣妾有几分像惠后，是臣妾的荣幸。那皇上，您还生臣妾的气吗？小主，宫外来信了。太好了，周家同意放我爹出来，只要上官纯儿死，就可以见到我爹了。小主，可是有什么喜事发生了吗？娘娘，奴婢还有一件事。何事如此犹豫？刚才皇上在坤宁宫宠幸了惠妃，还解了惠妃的禁足，恢复了位分。不愧是惠妃，也不枉本宫用柳姨娘刺激她。她动作倒是快。娘娘，奴婢斗胆，您为何非得让惠妃跟您斗呢？你不用知道。纯儿，此生我无愧于任何人，为辜负了你对我的珍视，来生做牛做马，流离在怀。娘娘，皇上真是疼您，不仅恢复了您的位分，还送来这么多赏赐。拿下去收着吧。是。在这宫中，最有用的是恩宠，
最无用的也是恩宠。帝王之爱，一朝生，一朝死。本宫早已看透。既如此，娘娘为何还要争宠呢？为了我娘。娘，只要能让你过上好日子，传儿做什么都甘愿。娘娘，还有一事。说。琉璃的父亲已经死了。奴才见过惠妃娘娘。请起吧，惠公公。谢娘娘。是。我刚才听闻，琉璃的父亲已经去世了。回娘娘，这琉璃的父亲呀，刚去世3天。这奴才的亲戚来信告知，说是这周家人将琉璃的父亲给单独带走了。这没过几天呀，就病逝了。这是奴才的亲戚突然送进来的，说是琉璃父亲的遗物。琉璃啊琉璃，你机关算尽，却想不到你爹已经去了，你为何就不肯信我？奴才告退。小婵，把这个交给林嫔娘娘。是。琉璃，希望你知道真相之后，不要再执迷不悟。日后我们可以和解，在这宫中继续扶持着彼此。可是宫外又来信了，回娘娘，是惠妃送来的锦盒。惠妃，这是何物？说是您看了就知道了。这是我爹的玉佩，难道这个玉佩为何会在你手中？是不是你杀了我爹？我为何要杀你爹？因为你要对付我。凭现在皇上对我的恩宠，对付只是我一句话的事情。我为何要派人千里迢迢去宁古塔杀你爹？琉璃，你生的一颗七窍玲珑心，为何偏偏看不透这句？是女儿不孝，没能救你出来。但是请您放心，女儿一定不会让您白死的。周婉如，如今爹死了，我也没什么可怕的。唯一能做的，只有送你去见我爹。纯儿，你这是何意？纯儿，你说的对，我自诩聪慧，却看不透这局。我知道
如今我说什么都已经晚了。可是，我还是想求你，能不能看在我们小时候的情分上，答应我一件事？川儿，川儿，你别害怕，我只是想让你再陪我去看这皇宫一眼，好吗？还记得小时候，我爹时任大理寺少卿，那时候他的俸禄虽然不高，可却愿意给我买全京城最好吃的汤。我知道，不，纯儿，你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我刚进宫的时候有多害怕，眼睁睁看着身边那些宫女因为得罪了贵人，投进的投进，自尽的自尽，杖毙的杖毙，眼睁睁看着我娘被太监欺辱，死在我面前。眼睁睁看着我爹被流放宁古塔，重病缠身，无药可医。川儿，你吃糖吗？可甜了。吃糖就不哭了。好，好，好，真是一对情深意切的主仆啊，都把本宫感动到了。对不起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利用你。可是有对付上官纯儿的法子了？废物！这么久，你还想不想见你爹？我已经想到了法子，说来听听。明日我会将上官纯儿引来城楼，让她坠楼而亡。好，到时候本宫会想办法出去。不要怪我，怪只怪你身边的人比你更狠。上官纯儿，你怎么那么蠢啊？这后宫中哪有什么情同姐妹，无非都是弱者依附强者而已。你面前的是笑脸，背后的可就是刀子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这个贱人给我扔下去！你这是什么眼神？喂啊！周贵人，今天的主角是您，可不是他。去给我爹陪葬吧！纯儿，对不起，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把周婉如引出来。你怎么装？知道吗？
川儿，自从母亲死后，我活着的唯一希望就是把爹救出来。为了这个目的，甚至帮周婉如做了很多错事。我现在唯一的目的，就是将周婉如送去见他。现在爹死了，我绝对不能让他白死。我必须要阻止他再去伤害你。川儿，我把周婉如给杀了，之后这公主就再也没有人敢与你为敌。就当这是姐姐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吧。皇上，惠妃娘娘是中了毒，但此毒不会致命。微臣已经替娘娘解了毒，待药效发作后，娘娘自会醒来。照顾好娘娘。是。林嫔，你在朕面前一向乖巧，为何背地里却如此狠毒？敢问皇上，何为狠毒？是上官玉儿用腹中孩子陷害惠妃狠毒，还是周婉如用我爹胁迫我做眼线狠毒？亦或是皇上你在佛像中放置麝香，让周婉如半生无子狠毒？事到如今，还不知悔过吗？琉璃所作，无怨无悔。春儿，我欠你的，下辈子再还。皇上口谕：庶人琉璃毒害皇妃，本应受死，但念其怀有身孕，故待皇嗣降生后处绞刑。川儿，宫里的汤一点都不甜。额娘，来，额娘，你上城墙看风景，为什么不带我？是不是因为皇阿玛选秀你不开心啊？额娘没有不开心，只是不知道又有多少女子的岁月要葬送在这里了。这是阿念的家，阿念不懂额娘的意思，只是觉得额娘肯定又在想念我的亲额娘了。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她温柔善良，像阿念一样美好。额娘吃糖。额娘，你怎么哭了？额娘没有哭。额娘，我们回去吧。
甲午年7月，惠妃正式晋封为皇贵妃，统辖6宫。其母柳如烟封为宪君，一时间荣宠不断。而4年1次的大选即将开始，这次又会发生什么呢？